怎么越走越黑啊？什么人？看来是个高手啊！你们先撤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喂，你们还真走啊？你。 可惜让那个和尚跑了。哼，小兄弟，告诉姐姐他们的下落，姐姐就放了你。就算我知道在哪儿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你，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的。要不是你多事，和尚也跑不了。谁？ 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倒不如把你烤了吃了。外焦里嫩，真香啊！尝尝。 小僧吃素，你就别装了。小僧虽不持戒，但也是修行中人，爱吃不吃。小僧还在这吃烤鸡呢，不就雷无节了？你知道抓走他的是什么人吗？谁啊？暗河的人。 暗河是天下第一杀手组织，杀手排行榜独占前8。大家长苏沐雨座下有直属杀手朱影团，方才抓走雷无节的，便是其中的四蛇。四蛇，怪不得看他长得那么妖艳。我看见他把雷无节抓进地牢了，就在附近。那你这个当大师姐的，怎么不去救啊？我自然是要去救他的。 不过，他们把手人太多了，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若去救，只会白白丢了性命；不去救，最多损失500两。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啊？雷无节认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。我当他的债主也是够倒霉的。 没兴趣当他的救命恩人。小僧倒是有兴趣。这两个不讲义气的家伙，居然丢下我跑了！不要叹气。谁？少年英雄，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落得如此唉声叹气的模样？把酒当歌，我如今都沦为阶下囚了，哪还有酒？酒？哎，兄弟，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
小兄弟，我们同为阶下囚，若不嫌弃，不如共饮一杯。好啊，好啊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在此碰到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。缘分呐！好酒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骚烧好喝。不知小兄弟为何被抓到这里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和尚？和尚？一个臭和尚。阿切，哎，你打算怎么应决？他们的目标是我先自我现身引开他们，你趁机救人。行。那你呢？烤鸡，等你们凯旋。哼。哎，我的鸡！凭什么你一个人享福呀？一起去救！鸡！他叫吴昕，听说好像是忘忧大师的弟子。好多人都说他是魔教之子，邪得很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刚才光顾着说我了，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呀？哼，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兄弟，你喝多了吧？你要是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为剑仙。剑仙可不是皇帝能封的。殿下，那个无形和尚他自己闯进来了。哎，不，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后会有期。兄弟，你别慌，我朋友肯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你听到没有？没想到你居然主动现身了，就是为了救那个雷家子弟雷无节。你长得真像他，可你得到了他更多的关爱和陪伴。你认得我？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第7位皇子，我同母异父的兄弟。我是真想见见你。母妃在我1岁的时候被魔头叶鼎之诱拐，生下了你这个小魔头。之后，母妃得知我病重，便不顾一切地从叶鼎之手里逃回皇宫。最后呢，母妃回到了皇宫，重新成为宣妃。叶鼎之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真是可笑啊！可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两情相悦，十分恩爱。那些江湖人士逼迫父亲自尽，母亲也被囚禁于宫中。若真是如此，他怎么可能放弃和叶鼎之私奔的机会，看着叶鼎之去送死呢？而且，你在寒水寺孤苦了12年，他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。你无非是想说，在他的心里面，你和你的父皇更重要。其实争论这些都毫无意义。你来找我，恐怕是另有目的吧？他抛弃了你，可我还想认你这个弟弟。你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而我正好需要天外天的支持。
只要你和我结盟，天下唾手可得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帮助你登上帝位，可惜啊，我并不想回天外天当什么少宗主。对这天下之主的位子呢，也不感兴趣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想不想见一见我们的母妃？母妃江湖出身，身在后宫，人微言轻，母凭子贵。如果我登上皇位，母妃自然是后宫之主，到时候你可以随意进宫去看她。小僧是出家人，心情早已是身外之物，四大皆空，心无挂碍。我知道了，你恨他。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杀了他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呀？你要是真想杀我，方才一见面，你便可以使出那招心魔引了。小僧若是杀了你啊，恐怕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殿下，外面忽然来了好多江湖人士，你还是避一避吧。都是来抓小僧的。看来，你不只是来救雷无节的。这一路上呢，遇到好些个尾巴，要是挨个处理呢，小僧累都累死了。倒不如凑一块儿，热闹热闹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啊？回来！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知道雷无节在哪儿吗不？知道啊。不知道你瞎带什么路啊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？不知道啊？那叫我回来。想知道还不简单？小行货，哎，我在这儿，听得到吗？来了！我以为你有多聪明呢。看得见吗？啊！哎哎，小行货，这就来了。还好吗？让开！不好，我大师姐、小瑟，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不然呢？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都是些江湖上的朋友。你们果然是来救我的，叫了这么多朋友来。跟他没关系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是和尚的主意。他说他去引开他们，让我俩来救你。和尚，他也来了，那他人呢？我没事。和尚，走吧。施主请淡定。淡定什么呀？你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和尚。你们能来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赶紧走吧，有在这儿打架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走走走走。我还要拿下我的纱布剑。哎，不走干嘛？留着打架呀？行货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我在牢里，我真的很憋屈。哎，和尚，谢谢你救了我一次。哦不，是2次，2次。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。不必了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是，但还是谢谢你。
一个小夯货，也不想想，你是因为谁被抓走的？不对啊，他救了我也是事实啊。他不过是想借暗河的人，清掉自己的尾巴。尾巴？什么尾巴？又来一个小夯货。你才是小夯货呢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终于追过来啦！简直胡闹！不信！无禅师兄，你的天罡点穴之法对我没有用。不可能，那日你分明就……师兄们怕我，防我，处心积虑地骗我入关，我怎能不配合呢？我早就该猜到，以你的功力，能让你入关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自愿的。无禅师兄啊，骗我入转轮关这些天，连边境还没赶到，还是我自行方便一些。我奉劝各位，别再跟着我。继续我们的旅程吧，二位。怎么又把我丢下了？大师兄、大师姐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肯定会追上你们的！想不到吴心已修炼到了这种境界。倘若他真的要血洗江湖，恐怕已无人可以拦得住他。这半山坡上不是有间草庐吗？怎么不去那儿休息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太冷了。明日还有路要赶，今天就先在此地对付一宿吧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怕那个草屋附近有鬼，不敢去吧？哎，和尚也会怕鬼？这世上没有鬼，有的只是别人想见而见不到的故人。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一句都听不懂。哎，小四，你呢？挪过来，靠我。
去哪儿啊？出来吧。这里是有你的故人吗？小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花海。12年前，各大名门正派毁了这一切。你说的是7大高手围攻魔教的那一次？他们当年围攻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爹，叶鼎之。那你这次回来是想要报仇？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不会报仇？你也想家了？我没有家，只有一处客栈罢了。小子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在江湖上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啊？你觉得呢？可我觉得吴昕他不是坏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3番5次的来救我们。在我心里，他已经是朋友了。不是坏人，也未必是朋友。吴心和尚没抓住，你我之间还有合作可谈吗？吴昕虽然逃了，可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身边跟着的2个人，一个是雷家堡的弟子，而另一个是个身份神秘的客栈老板。与本王何干？他叫萧瑟，姓萧？难道是萧楚河吗？除了姓名，萧瑟的一切无迹可寻。他就好像凭空冒出来的。你说，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过往忘得干干净净？哪怕是有一丝一毫，都会颠覆我的继位大计。找到萧瑟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再往前走30里就是木良城了。看给你激动的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淡定啊？木良城哎，天下4大名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那可是和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。一座没有人的鬼城，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
谁人不知这木良城中只住着一个人，可就是这一个人，就能让木良城跻身于江湖4大名城，那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哎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去挑战孤剑仙。不去，不去，小行货。你知道木良城有多危险吗？每年进城挑战孤剑仙的人，少说也有110个。你看哪个回来了？对呀，说不定那城里是世外桃源，他们都舍不得出来了。内奇，我去方便一下。你可下了一步险棋呀！见过师傅。积雪说你是为了500两银子出来的，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傅。你可想好了，那条路一旦走上，就不能回头，失败了，可是会死的。那又如何？徒儿命大，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的，站在师父面前。你的心思我都明白，不用试探我了。那日废你武功又重伤我的人，我已知道是谁了。是何人？是白王背后的怒剑仙严斩天，还是赤王背后的孤剑仙洛清扬？别猜了，今日我把白小棠的无极棍传给你。当你想好是要做永安王萧楚河，还是雪落山庄的萧瑟的时候，再来寻找真相吧。雷无杰呢？这小行货肯定是去木良城了。小心！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暗河的某兔，
追！你说这暗河杀手，为何都冲你而来？哎呀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进城或许能有一线生机。撤！这木良城也真是奇了，看似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我怎么总感觉有好多双眼睛盯着咱们？这个孤剑仙有点意思。唉，看来啊，我们得小心了。怎么不早点提醒我们？我被裹成那样，我还……你们没听到吗？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那给我急的，我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提醒你们，提醒你们。雷家堡雷无节前来拜访孤剑仙。拜访啊！哎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
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！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。哎呀！来！哎呀，尝尝这个，周乎不周啊？啊，来，尝尝这个果子。谢谢。你也来个。多谢施主啊。骆大叔，你这多久没来客人了？是有些时日了。喝茶。这顾剑轩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，还挺热情。茶。啊，喝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骆大叔，我是雷家堡弟子雷无节，要去雪月城拜师。雷无节？啊，我认识你，你父亲是这个柱国大将军雷梦沙。我小的时候，不是，这你小的时候啊，我还抱过你呢，你不记得了？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我的2位好朋友，这位是客栈老板萧无心。哦，萧老板。啊，寒水寺小和尚无色。你跟叶鼎之是什么关系？叶鼎之是我的父亲。像，太像了。虽不想承认，但叶鼎之确实是个汉子。骆大叔，我想问，这外面都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是影宗的防影术。当年还在影宗的时候，我是影宗宗主最器重的弟子。文君是我的小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之女。她曾是多么明媚的女侠客啊！桀骜不驯，策马驰骋，爱恨分明。可是，还是无奈嫁到了皇宫。我也曾带她逃跑，但最终还是为了影宗回去。我希望文君能过上她喜欢的生活，哪怕她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我能理解。这么多年都没人聊天，肯定憋屈死了。哦，吴昕应该最清楚。哦，文君喜欢热闹，我就建一处没有人也可以热闹的城。这木良城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文君。很多人都说木良城是鬼城，没想到是这个原因。他当年究竟为何舍弃我父亲？他爱叶鼎之，也只爱叶鼎之，但叶鼎之没有护他周全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根本就不是这个结局。叶鼎之东征失败自刎后，文君就不再见人，他整日在皇宫里吃斋念佛，为死去的亡灵祈福，也为怀念他。12年了，他从未看过我一回。你娘她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叶鼎之的事本就是皇帝的心结，而你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皇帝他被背叛的事实。你娘她不去看你，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我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
当时叶鼎之败在天启，你说这不卖给谁？我的确带文君去草庐找过他。那是因为，我希望叶鼎之能带文君走，逃出囚笼般的皇宫。可我又怎么忍心看着心爱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走？小心！叶鼎之，文君。谁知叶鼎之竟会挥刀自刎，本君只能被迫重回皇城。叶鼎之，他就是个懦夫，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，辜负了文君对他的爱。他没事吧？聂娘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女子。她本该有幸福美好的一生，可她被太多事困住了。你又何尝不是被困住了呢？走吧。哎，你来看，这是我为你娘特地准备的。哎，哎，哎，好玩吧？啊！哇！这些年来，你过得太辛苦了。小子，我现在怎么了？他不会是哭了吧？无父何户，无母何氏。这个和尚平日看起来超凡脱俗，无牵无挂，可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你怎么这么懂？难不成你也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？殿下，殿下，对不住了，六皇子殿下，您母妃得的是疫病，皇上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让您进前啊！我已经1个月没见我母妃了，求求你！楚河，身为皇子，怎能轻易向人说求呢？父皇，你让我见母妃一面，以后我都听您的。启禀陛下，淑妃娘娘红了。知道了，去准备丧仪吧。是。你要坚强一些，不然朕日后如何放心把这江山都交于你？